嗨，大家好呀，我是猫丽。今天我们要用平底锅来做一款简单好做好吃的平底锅香肠面包。这款面包没有加入牛奶和鸡蛋，所以对牛奶、鸡蛋过敏的小伙伴就可以做啦。如果你喜欢奶香风味，你也可以把水换成牛奶，面包做出来也会更香。全部投料完成后呢，我们就把这个面包桶放入到面包机内，用制作面包面团功能开始揉面。面团揉至10分钟左右，加入一块黄油。我们用的是厚油法，这样可以让面团更加柔韧，延展性也更好。20分钟后，面团就揉好了，不需要发酵，直接把它从面包桶里取出来。案板上撒上一点干粉，这样可以防粘。现在我们就开始准备揉面了。把面团的边都朝中心折叠起来，让面团的一面形成一个光滑的表面。把大面团分成8份，取一个小面团把它压扁，然后把所有的边都朝中心折起来，折成一个小面球，然后用手掌和揉面垫之间的摩擦力把它揉圆。8个面团都揉好后，让它们醒发15分钟。记得要盖上保鲜膜或者是湿布，不然面团的表面会变干。15分钟后，取出一个小面团，轻压排气，然后光滑面朝下，把两边朝中心折起来。这个做法类似于我之前做贝果的做法。然后把两边捏紧，轻轻地搓长。2只手一起进行操作，一边搓一边拉长，这样就很容易揉成一个长条形。然后再把这个小长条轻轻地缠绕在这个香肠上面。这个接头呢一定要捏紧，不然等一下烤制的时候呢它就会松开。捏紧之后，就把这个接口朝下放在我们涂了黄油的平底锅里。在这里我用到了黄油，这样会让面包煎起来更香。如果你不喜欢，也可以换成其他的植物油。把我们整形好的面包放在上面，面包和面包之间要保持一定的距离。剩下4个我的锅放不下了，我用烤箱来烤一烤。面团发酵至原来的2倍大就可以进行操作了。我的室温是28度，发酵了40分钟。40分钟后，面团已经发酵好了。用烤箱烤的这4个面包，我们在上面涂上了一些鸡蛋液，这样面包的颜色会更加漂亮。我还装饰上了一些黑芝麻，如果你没有也可以不加。然后放入到已经预热好的180度的烤箱里，烤制15到18分钟。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我们平底锅发酵的面包，这时也发酵好了。我们需要开最小的火煎至10分钟。10分钟后，我们轻轻地把它翻一个面儿，可以看到这边已经上色了，非常的漂亮。我们把所有的小面包都翻过来，记得翻的时候一定要轻手轻脚。翻好后盖上盖子，继续煎10分钟。这边烤箱的面包烤至5到10分钟的时候，要注意观察颜色。如果发现上色了，一定要盖上一层锡纸，以免烤黑。10分钟后，平底锅面包快要做好了，我们打开盖子，再给翻一个面，看看它煎的怎么样。煎的颜色非常的漂亮。20分钟后，我们的平底锅煎面包和烤箱烤面包就全都做好啦。刚刚煎好的面包表面酥脆，完全晾凉后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面包的组织，非常的松软。轻轻的拉开，里面还有一些丝丝相连。平底锅版和烤箱版的面包在外形上还是有一定区别的，但是味道都是一样的好。如果你家中没有烤箱，用平底锅也可以做出好吃的面包。这款面包的外形和香味都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。面包松软可口，虽然没有鸡蛋和牛奶，但是口感也是非常的棒。轻轻的咬一口，满满的幸福感四处荡漾。面包所特有的细腻、湿润和 Q 弹的口感，它全都有。配着鲜香好吃的香肠，这个味道真的是绝配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是猫丽。
祝大家开心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